来了，藏玩阁的金狮和奔狼的套装，我们也是先把奔狼掏出来给大家玩了一下。今天正式来玩玩这个金狮子，因为是套装形式的发售，所以这个盒子特别的巨大，而且厚度也很恐怖。全彩印刷的说明书哦，就中英文双语的指示，变形的也是非常详细的。有2张人物卡，纸卡的材质啊，这不是信用卡的。然后呢，其实还会带一条 3M 胶的防滑垫，那个我已经贴在奔狼身上了。端上来看一下这回金狮子的一个合体形态的效果吧，也是作为蚩尤的一个上半身的主体。因为这回的蚩尤它是分为上下2个身体的，下边是一个大猩猩嘛，也是一个3变的，而且放在这里确实金光闪闪，这身涂装非常的漂亮，太亮了，尤其灯光打上来以后的效果非常的反光。然后就这一套说一下，它是不带电池的，玩家需要自行购买2节 LR44，也就是和官方 MP 猩猩用的同款型号的电池，装在头上以后，这里就可以开灯了。脑门还有这一块眼睛血呼啦擦的，这个灯开了以后非常的邪性，而且嘴巴是可以张开的。里边的这些獠牙刻画的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嘴炮，很帅气的一颗头雕。而且这一款玩的时候要小心一些，身上这些尖刺特别的多，很扎手。整个胸口狮子的鬃毛部分的这种炸开的感觉很有味道，而且每一片鬃毛其实都是属于独立活动的。我们把肩后边的这个毛领子吧撅下来，注意这个插孔不是圆装啊，它是一个六棱形的装子，插的时候对准了放进去。这个时候也就相当于把大冲的背炮加长了，也可以弯折到前边开花炮。当然这个由自己喜好调整嘛，你觉得这面不好看转一下，转到另一面，你喜欢放成哪个样子都可以。狮子前方的这个尖刺啊，也是可以替换的。我是把它放在了脑门前方的这个位置啊，你也可以把它插在这儿，这里有一个洞。这个的一体性很好，锁得很稳定，在合体的过程中也是属于那种环环相扣的一些结合。那么我们直接再把它拆开吧。前边我看有一些朋友已经把这个视频发上来，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个正变的视频，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逆变吧，也起到一个参考的效果啊。当然我刚才说前提下，这些东西鬃毛的零件插在身上是可以实现一体变形的，但是我建议大家把它拔下来，因为这些尖刺的地方，第一个小心扎手，第二个变的时候别崴断了。所以呢，鬃毛的这2侧的也可以拆下来。我们先拆开这里的一个卡扣，连接的地方打松，然后从根部这里直接揪出来6棱的桩子，这个地方旋转一下回归，然后一个 Z 字折叠旋转，把它拉到最下方。其实我要个人来说啊，如果不装这几片鬃毛的话，这个形态也挺好看的。这个形态我觉得会更像是印象当中的大冲的那个样子啊。这回的这2根背炮，它是一个主要锁定的位置，用了赛钢的料子，所以转动起来会有很多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你也可以把它拆下来以后进行一个变形。我们先把合体关节收起来，盖子打开，从这个角度看，这里有2个红色的盖子，把它撬开，这下方有锁扣，锁在这里。接着背炮的连接位置，这个地方的锁扣解开，尾巴从中间的地方掏出来解松。锁腰的时候，先把这一块裙甲打开旋转，下方这里有一个插扣，把这个插扣折回来卡在裆上，把这个胯扩宽掉，
好，这样就延展开了。拔开这里边的插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双段的链接插头，打开，立起来，从小腿这里有一个转轴，旋转180度，同时往下转。卷过来以后，膝盖下方的红色卡扣和大腿上方连接插合，把它先立开。然后呢，上方这里的卡扣啊，腾开一些空间。这个背包转松一点点，打开。接着，这两个爪子从肩后的这个大卡扣拆开。前方狮子的这个胸甲，我们先拔开。主要是腾一些空间出来啊，调开这个板子，打开这个板子以后，注意前方这里还有一个锁片儿，把这里转一下，解锁开，哎呀，整个的把肩膀的这一块方块翻转过来，然后从后边这里结合，跟这里卡住，一个 Z 字折叠。这块胸口下方的红色零件翻转180度，沿着这个槽把它扣进去。裙甲后方这里解锁开后裙甲上方的两个卡扣，卡回来。我们旋转一下尾部，扭过来，背包打开，先把这两个红色的翻进来。两个脚的尖儿翻进来，再左右搁进去，收纳到这里。然后旋转180度，下巴往内收，收到这样的程度，滑到再往前推，推过来摆正。脑袋在里边也得摆正，因为腰收上来的时候，这里边就等于收了一个方匣子进去，升起来一个舱，把它推到底，盖住了，也就是大脑袋在里边完全的隐藏起来。这个时候再提起来两个关节，把中间的滑道，脖子下方的滑道这里再锁上，后背的盖子再盖上，填平。脑袋后方后脑勺下方有一个卡扣啊，跟脖子后方这里的卡扣插一下，结合，让它定住。把狮子整个的拉过来，脖子下方的鬃毛立开，头顶这里翻起来一个片儿，这个卡扣是插头顶的位置的，让这个黑色的板件盖上去，把头顶这里锁上。完全的锁住，两个金色的片儿，再把左右的卡扣，这里鬃毛挡到了，左右卡扣这里卡上，这个爪子先往外翻，翻过来以后让出这个球形关节，再旋转180度，翻一个面儿，搁回去，从这里旋转180。把这个地方完全的解放开，注意这些裙甲的位置，旋转一圈过来，然后狮子腿翻到这边来，然后这个转腰啊，注意这里的倒角避让，避让开，这回就有卡了，卡在红色的人形裆部位置，把这个卡扣顺进去，锁上。尾巴 Z 字折叠提上来，放在这里。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理论上它可以一体变形，但是在操作的上边还是建议大家拔下来变的。然后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我们可以把它调到下方去。狮子的爪子啊，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没有把这一块翻上来， V 字折叠填到这个窟窿里边，
让前边的这个兽腿的弧线过渡更漂亮一点。嘴巴里边的牙齿都是合金件，眼睛和脸颊侧面的这里是透明件，包括头上的角，还是挺霸气的。给我的感觉，刚才我看弹幕里边朋友们说不像狮子，像麒麟啊。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算麒麟，就像是像什么，像瑞兽。狮子的可动这里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因为是人形的一些关节，所以摆一个八字接地也很稳。鬃毛这一层一层的刻画，其实很有狮子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啊。再加上合金的牙齿，非常有质感，嘴里还有一发嘴炮，但感觉挺像的，像是一个爸爸带着儿子的样子。然后吧，很多人在说展示这个飞狮的形态，其实呢，它的翅膀安插在哪儿呢？还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这个翅膀长不在背上，长在它的炮上边。而且你从正面看的时候，其实效果也可以，鬃毛炸得更高了一些，翅膀这里可以调整很多的角度啊，大鹏翅膀的这个活动性很好。真的挺帅的。我们先把尾巴这里的卡扣撬开，然后转动腰部的时候啊，要小心一些。我们先把它这个地方转成斜着的，斜着让过一点点角度，把后边的这一片旋转一下，哎，腾开，让中间这里一点都不卡的时候，再把腰拧180度过来，解开这个地方的卡扣，然后整个的拉长，看滑到底，哎，这就解开了。然后膝盖都是齿轮关节，把它爪子冲前旋转180度，然后这里往回归的时候，定好这个卡槽的位置，把它斜着插进来，两边都找好。好，滑下来，滑下来以后把这按一下，把这个关节锁好了，立起来，旋转一圈，转到人形的这个胯部，收窄它，红色打开，黑色打开 ，A 字折叠缩下来，旋转，然后活动这个双关节啊，把它往下拉。然后再卡上去，这里的卡扣扣上，左右拨开两个金色的片儿，头顶这里卡扣连接的地方打开，然后多段关节拉下来，把这个盖板和这里贴合，往下拉。你要调整脖子这个地方的双段关节和球关的位置，来让它保持卡住去。脑袋把后边的卡扣打开，180度拧下来，在这个地方旋转一下它，这卡扣都插上。有一把斧头，你还得拽长它，这么长。其实这个手的握持力非常可以啊，你单手拎一个这么长柄的大斧也没问题。金狮子变成人形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双手握持这个大斧还是挺稳定的，各种各样的关节里边也有齿轮来增加它的稳定度。在人形单体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挂载在身上，当然你不喜欢也可以摘掉嘛。所以这些东西也只是为了服务于美型的一些造型件，挺恐怖的。拿起来的这个尺寸吧，身高了，还有它的重量了，都是相当惊人的。所以我现在也在考虑它最终合体起来以后的一个稳固度。但从单体方面来评价的话，这款金狮子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整个的一个变形其实并不难。在一些身上的美型方面，我觉得有参考一些索斯兽的内容啊，但是又拼起来以后效果非常的帅。能把大鹏的翅膀和狮子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效果。反正有一些个人觉得不太舒服的，就是没有插在后背上，而是把翅膀插在炮上。但是把炮调整一些角度的话，倒是不太违和，效果也不错。哎，这里的两个小卡扣啊，记得
肩胛这里的这2个小卡扣是可以翻回去的，把它收回去，可能美型度要好一些。然后我们来比比身高，拿出我们直播间的万年荣誉受害者 MP44 放在身边比一下吧。差不多这一款金狮要比44高出一颗人头的一个身高吧。到头顶的话，基本上高出一头的距离，当然不算其他的一些装饰件了。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在一些口罩的角度啦，还有腮部的一些细节处理、涂装的点缀，确实也是挺有利爪的那个画风的。但与利爪不同的是，整体的一个美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也是统一向着藏丸阁家蚩尤部队的一个美型风去靠拢，挺邪性的一张脸，其实挺漂亮。胸口的狮子头，这些小的印刷图标，还有狮子里边嘴里的一些金属件，牙齿都是合金的，包括口腔里边，甚至舌苔上面的一些机械纹路的刻画也非常漂亮。嘴泡这个位置应该能看得清了，里边有一个泡口的刻画，包括这上边的一些小的印刷，做工都是很精美的。总的来说吧，以上就是这一次藏丸阁出的这一个套装礼盒的全部内容了。2个玩具放在了同一个盒子里边，卖790块钱，不到800块的价格吧。其实对于如今的第三方来说，这个性价比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主体的金狮子，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配件、互动的玩法，再加上奔狼本身单体来说变成一个脚板的合体的部件啊，但是它也实现了3变，用的一些心思还是挺有取巧的地方的。那整体来说的话，将来合体的时候，另外还有一只脚应该是戴在那个裆部的大猩猩那个雷猿里边了，所以2只脚是分成了2个礼盒的形式，搭载在身体的2个部件中。而整体的一套变形的设计风格，其实来说不难。它的变形逻辑挺简单，基本上这种兽形是趴在那里的变形方式，然后就是身上的一些小细节的调整了。当然这一款身上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合体的主体部分嘛，要隐藏大头，所以在隐藏大头的过程中，头部的一些变形还有身体的一些稳固度的考虑素质之下，在背泡上边用了很多的赛钢料子。这一套最大的问题就是玩起来太紧了，这个紧就是在赛钢料子的摩擦当中啊产生的那种生涩感，以及这么紧的话，可能也是为了保证它最后一个合体的稳固度吧。但与之而来的赛钢料子的噪音确实是很难听的，而且变形的时候其实挺不方便入手。虽然变形不难，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我还是建议大家首先先把这些配件背泡、鬃毛以及肩胛这些地方该拔掉的拔掉吧，到时候会好操作一些啊。但整体的一个美术风格也是藏丸阁家非常现在已经算是很成熟的一种美术风格了，很有他自己家的一种特色，也是期待着最终能把这一套合体组合出来以后，看一看蚩尤带给大家的一个效果吧。而且今天我们也测试过了，狮子形态下插上大鹏的翅膀，其实效果还不错，挺好看的。但是唯一可惜并不是从后背伸出来的，而是从背泡里边伸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了吧。毕竟它最终的合体方式，翅膀就是插在泡上的，这跟合体的连接方式有关。所以呢，这一套790块钱的价格，我个人感觉来说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毕竟做工素质都放在那里，可能它的变形不是你喜欢的，可能它的造型不是你喜欢的，但是它的工艺也是有目共睹的。藏丸阁也算是近几年在第三方市场里边非常棒的一个做工素质了，同时它的价格卖的也并不贵。而这一套蚩尤呢，因为成员众多呀，所以它也是分了很多盒来卖，到目前为止应该出了差不多有1多半的角色了吧。这就是目前藏丸阁出的这些成员了。但是呢，因为尺寸的关系啊，有一些配件我没有装上，比如大鹏的翅膀了啥了的，莫名会觉得有一种黑恶势力登场的味道。这就属于黑恶势力，这老大得横着走，对吧？横着走没毛病。你想当一辈子懦夫，还是被万人拥护？哪怕前方是黑恶势力，一个人举起双拳面对他们。藏丸阁现在已经不像一个第三方了，它做的是一种半原创的设计吧。
虽然源于变形金刚这边的一个冲云霄的题材，但是它已经改变的太多了。它把原先单单的一个5合体，如今已经变成了8个合体。所以呢，各种各样的一些特色吧，也能展现出来藏玩阁的一种新的美术风格和新的设计理念。我觉得这种是真的挺好的。曾经我特别讨厌的大裤衩子，我就在说，你这配件该变点什么呢？这回藏玩阁告诉你，我不光裤衩子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一个猩猩。那这种创新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存在了。包括脚丫子变成狼，双手甚至能拼成一个小螃蟹，这种体验真的很好。再加上这个非常精彩的做工和一些遗印啦、印刷涂装，包括它的一些用料材质，价格其实看起来藏玩阁的东西价格不便宜，但实实际际，如果说你摸过实物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价格它对得起它的售价，就可以这么理解吧。